欢迎回到我们的图解专题。今天我们要来拆解一套超级迷人的系统——人类图。这几年它真的超红，对吧？很多人不只把它当成性格测验，更把它当做一份超详细的人生与能量使用说明书。如果你常常觉得自己跟这个世界有点格格不入，或者每天都觉得莫名的心累，那么今天我们要聊的内容绝对会让你有一种原来如此的感觉。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是不是也听腻了那种要你不断跳脱舒适圈、主动出击的成功学口号？说真的，我们每天都在被这些充满狼性的语录轰炸。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你的原厂设定根本就不是主动出击，而是需要等待呢？如果盲目跟风，硬去套用那些别人的成功法则，反而让自己处处碰壁，这时候该怎么办？这就带出了一个很巨大的冲突。你想想，现在的社会跟企业其实有一套非常同质化的成功模板。社会期待每个人都像一台永不宕机的发电机，可以扛高压、做决策，还要产能满载。那问题来了，这跟我们每个人天生那套独特的能量蓝图根本就不一样啊！当你硬生生的把自己塞进那个高压的社会模板里，其实就是在跟自己的天性对抗，这能不累吗？而这正好就是人类图这套系统要帮你解决的痛点。人类图是由拉乌卢胡在1987年创立的，它的架构真的非常庞大且不可思议。它把西洋占星、印度脉轮、犹太卡巴拉跟中国易经这些古老智慧，还有现代的基因学跟微中子物理学全融合在一起。听起来很玄，对吧？但它的核心主张其实非常直接，那就是别再用充满社会制约的大脑做决定了，你得把人生的方向盘交还给你的身体。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聊聊什么是非自己的陷阱。这也就是为什么长期违背天性会让我们经历那种深不见底的心理内耗。简单来说，在人类图的世界里，当你太依赖那个塞满了父母期待、社会标准和别人眼光的大脑来做决定时，你就会掉进一个叫做非自己的痛苦深渊。在这个状态下，你只会觉得无止境的心累，充满内在摩擦，甚至不知不觉间把你最珍贵的独特性都给磨光了。因为说到底，你就是在强迫自己扮演别人嘛。大家来看看这张数据分布，非常有意思哦。你会发现，高达70%的人都属于生产者。生产者天生自带超强的动能，但关键来了。前提是他们必须在做自己真正有热情的事情。现实中呢，很多生产者卡在自己根本不爱的工作里，每天被消耗，最后当然只剩下深深的职业倦怠。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那种集体无力感，很大一部分就是这样来的。那么该怎么跳脱这个陷阱呢？我们来看看人类图里4大类型的专属策略，这个是帮你找回阻力最小的人生路径的关键哦。我们来拆解这4种能量类型该怎么在生活中导航。举个例子，刚才提到占多数的生产者，你们的最强策略其实是等待并回应。如果你硬要去当那个发起计划的人，最后绝对会迎来满满的挫败感。而占21%的天生顾问投射者呢，你们要等待被邀请，如果没人问你，你就跑去下指导棋，不被理睬的时候，真的会觉得超级苦涩。至于占8%的先锋显示者，切记在行动前要先告知，不然别人一直来干涉你，你真的会有一肚子愤怒。最后，极少数的反应者做重大决定时，需要等待整整1个月亮周期，也就是28天，不然很容易就会感到失望。当然了，知道自己是哪一型只是第一步，真正能让生活发生魔法的关键是把决定权彻彻底底交还给你的身体。人类图非常强烈的主张一件事：大脑只用来思考与分享，身体才是真正的决策中心。想想看，我们从小是不是都被教导做决定前要列个优缺点清单？但老实说，我们的头脑里装满了焦虑跟社会制约。你真的必须把方向盘交给你的内在权威，别再让那个整天穷紧张的大脑来决定你的未来了。依照你专属的设计，使用内在权威就是一个很具体的身体体验。比如说，如果你是情绪权威，答应我，千万不要在当下做重大决定。你需要等个3到5天，让情绪的波浪过去，水落石出了再来决定。
如果你是直觉权威，你要相信那种第一秒钟感觉有点怪怪的那一闪而过的求生直觉。那如果你是荐股权威呢？你得去听身体发出的本能反应，就是那种很渴望的或者是很抗拒的这真的完全颠覆了我们平常习惯用逻辑分析的那一套，对吧？知道怎么做决定之后，接着我们来看看如何找回真实的自我边界，也就是学会保护好你的能量。在人类图的9大能量中心里，那些涂满颜色的区域代表你能够稳定输出的天赋，但那些白色，也就是空白的区域，可就要小心咯。它们很容易变成吸收并放大别人能量的陷阱。我举个例子，如果你的根部中心是空白的，当你旁边坐着一个焦虑爆表的同事，你不知不觉就会吸收他的压力，然后加倍放大，搞得自己拼命赶工，只想解除焦虑。当你搞懂这一点，你就可以在心里画一条界限，霸气地跟自己说：嘿，这股焦虑是他的，不是我的。不仅如此，我们的设计图上还有分意识跟无意识。黑色的字代表你有意识的个性，就是你认知里的自己，而红色的字代表潜意识的身体设计，这往往是别人眼中看到的那个你。这就完美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觉得内在很矛盾，充满拉扯。懂了这个，真的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去接纳完整的自己。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好奇，为什么这套结合了神秘学跟科学的系统，会在现代社会甚至很多企业圈里引发这么大的狂热呢？其实客观来说，有些人会觉得这里面有巴纳姆效应或自理偏差，让人很容易对号入座。但你绝对不能否认，它提供了一种超强的叙事疗法。它把问题给外在化了。它告诉我们，你看，你不主动，不是因为你懒，是因为你的原厂能量设计本来就是这样啊。哇，这句话一出来，瞬间就释放了大家没办法满足社会期待的那种深深的愧疚感。同时，它也变成了一种超好用的社交货币，让大家在团队合作的时候，可以用更包容、更客观的语言去理解彼此的不同。所以我们不妨先放下科学实证的争议，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看，人类图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隐喻工具。它就像是发给了我们一张许可证，让我们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接纳自己独特的能量边界。它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真的停止盲目去复制别人的成功路径吧，也不要再跟自己天生的设计过不去了。在我们结束今天的图解专题之前，我想留一个很棒的问题让大家带回去想一想。当你开始脱下这个社会硬套在你身上的成功模板，重新去信任你专属的原厂设定时，你的生活会发生什么改变？如果从今天起你不再让那个充满焦虑的大脑来做决定，你的身体究竟会带你去哪里呢？希望今天的内容有激发你对自我探索的好奇心，记得去听听身体的声音哦。我们下次见。